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啊。最近这视频录的我是嗓子都肿了，这一期的声音应该没有那么大了。今天我们为大家首发带来的是刚刚发布的 iQOO Neo 5，还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一个配件。其实这台机器呢，关注度也不算低。之前呢，它也是早早放出了870次旗舰的一个配置，但这次我们详细体验完之后，感觉这机器还是比较全面的。包装盒方面呢，还是 iQOO 的这种黑黄配色，然后一个斜切型的几何设计，非常不环保的包装盒啊，一个清水套。这次的充电器呢是66瓦的一个快充，它的电池呢是4400毫安时。这台机器我们前期测试的时间呢并不是太长，颜色方面应该是有3个颜色。我们手里的这台呢叫夜影黑，你说它是黑色，但是它中间呢，尤其是有光打上去的时候，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蓝色的 AG 渐变，手感是非常的爽。后背的这个镜头设计呢，凸起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它整个手机的厚度呢是8.43毫米，有一点云阶的那种设计元素，两侧是带弧度的这个收边处理。整个机器的这个正面啊，哎呦，杨幂，整个机器也没到200克，196克。之前我们提过好几次，就是把那个坎儿啊做的特别的多，就是这个塑料支架特别的宽。这台机器这个屏幕还是有塑料支架的，但是呢，它做了一个非常圆滑的过渡处理。这块屏幕6.62寸1080p120赫兹的 AMOLED 屏幕，峰值呢可以达到1300尼特，所以说在亮度方面，这个屏幕还是有保障的。因为870的手机是吧？之前有一台亮度方面非常不给力啊。今年因为感知度和售后方面的原因，很多机器都取消了 DC 调光啊，但是这台机器依旧保留了低亮下减轻频闪，还是非常明显的。正面边框方面呢，它顶边和两侧基本上差不多宽，然后下巴呢要稍微的宽一点点，并没有保留3.5毫米的耳机孔，居中挖孔的一个设计。它顶部的这个听筒啊，这次做的特别的大，我们实际听一下啊，感觉已经非常接近全对称式扬声器了。核心配置上呢是骁龙870 LPDDR4X 加上 UFS 3.1的这一套组合，它也有 iQOO 一直或者说蓝厂系吧一直有的这个内存融合技术，这一台上面也是有的。马达方面一开始我用着都以为是 X 轴的，但看了一下参数表啊是 Z 轴的啊，型号和调教确实不错。这台机器的第一大亮点，它加入了一个独立的显示芯片。这个独立显示芯片不是它首发的，比如说之前的这个1加8 Pro 啊，还有一些游戏手机方面啊，也有配置的。但是这台机器它应该是把这个独立显示芯片给拉到了2500元这个档位段，旗舰配置平民化了一些，它应该是2500左右，这是我猜的，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价格。这个独立显示芯片这个作用呢，第一个就是 MEMC 这个运动计算还有这个补偿的技术，这个之前我们在其他旗舰上已经做过演示了，就比如说它可以把60帧的游戏给你优化成90帧的，或者说120帧的，在视觉的这个流畅度上呢变得更高。第二个就是高帧马拉松，让这个高帧的维持的时间特别长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手机一发热就会出现这个降频的问题，这个帧率自然也就掉下来了。这个高帧马拉松呢，就是可以把帧率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。第三个就是游戏的 All HDR， 也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游戏画面都给 HDR 化。当然说的这些东西啊，不管是补帧也好啊，还是马拉松也好啊，还是 HDR 也好啊，我们工作室有人觉得还是挺明显的，有人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，这个每个人的感知程度不一样，大家可以去线下实际门店体验一下。实测数据方面，娱乐兔跑分64万加 ，GPU 没有超频啊。作为对比，865的普遍得分在61万左右。实际体验上，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12G 的版本 Neo 5平均用时120秒，初期版本稍微有些慢。续航方面，120赫兹模式下4400毫安时的电池，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，Neo 5胜于57%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14%。充电升级66瓦的双电芯快充，实测10分钟充入45%，31分钟可以充到100%。作为对比，44瓦的 Neo 3充到100%，用时57分钟，充电时间基本快了1倍啊，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发热方面，数据库标准的1小时和明晶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 ，Neo 5的机身最高温度45.5摄氏度，这个成绩还
OK， 但是目前它不支持流畅加上90帧，无法测试。光明山脉极限测试下 Neo 5平均帧率 52.2帧。最后极限原神最高画质啊 ，Neo 5平均帧率 55.2， 同级别的 K40 平均 55.5， 大差不差啊。但是 Neo 5的帧率表现要更加平稳一些。功耗方面 ，Neo 5这次也算表现出色，平均仅为 4.93 瓦，是目前数据库所有原神测试机型中功率最低的一个。最后在发热上，半小时温升曲线，游戏10分钟 47.3摄氏度，25分钟达到顶点 48.2摄氏度，这也是目前原神唯一没有突破50度大关的手机。参考55的平均帧率，这个调教表现要好于888机型了。整体数据来看，跟它整个手机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，是一套比较成熟、比较稳的搭配组合，配合66瓦的快充，总体表现还算不错。镜头上它凸起不是特别多，采用的是4800万的一个 IMX598这一颗镜头，在我们的前期软件体验上还是比较稳的，而且目前呢应该是这个价位唯一带光学防抖的主镜头了。1300万的广角，最后还有一个凑数的200万的黑白镜头，它是支持夜景广角模式的，还有全景 HDR。样片方面，前期我们也简单拍了一些，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。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iQOO Neo 5这几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就是这期视频呢也特别讲一下，因为每个人呢看我们的视频的平台啊，或者说网站啊，或者说 App 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在电脑上看，有些人在手机上看，展示的这个样张画面啊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建议大家，如果你特别看重相机的话，可以下载原图进行对比，要不然的话，不管是画质的损失啊，或者说转码的损失啊，会造成一些误差。OK， 手机我们先放这儿啊，这个配件这次也是特别的多。首先呢是这个 iQOO 的无线运动耳机，它是一个挂颈式的入耳式耳机，这在耳机上呢也是做了这种磁吸式的设计啊，这耳机还是比较轻便的啊，超低游戏延迟啊，说这个是做到了80毫秒的游戏延迟，它下面也是附送了一些替换的这个耳帽。iQOO 一直有这种比较强的游戏属性，但是从去年开始，也就是从5系开始，它的游戏属性在外化层面啊减弱了一些啊。不过这一台配件层面还是有的啊。闪电游戏手柄，这个手柄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手柄的形式，把这个手机插上去的。它下边其实没有 Type-C 的接口，是直接用这个卡子把它卡上去，而且按键也比较多，握持起来稳定感还是非常强的。当然，它的体积也要更大一些。疾风散热背夹啊，最近真的是开了好几个散热背夹了啊。这个散热背夹造型方面呢，跟我们之前体验其他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它是两侧出风口，然后正面这个出风口呢做的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这个重量感还是挺足的啊。不止下方有一 Type-C， 它侧边还有一个 Type-C， 有2个接口，你就可以实现边玩边充了。最后一个非常小巧，但是比较实用的小配件，闪充手游数据线第2代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这个线不会从这儿伸出来，这个线呢就从下边下来了，这个相当于是风扇的那种形式，不会影响你的游戏操作。虽然很小巧，但是对于游戏党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玩意儿。OK，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Neo 5啊，体验了这几天的时间呢，其实感觉这手机还是比较成熟的，因为它定位呢并不是有特别激进的这个新的技术，比如说之前大旗舰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这个配置呢，都运用在了这台机器之上。你要说它有什么亮点的话啊，我觉得这个显示芯片在这个价位段是独一份了，120赫兹的 MEMC， 因为今年有很多品牌的顶级旗舰都没有上 MEMC， 那么这台机也可以让一些高端配置平民化了一些，这也算是在游戏层面给它的一个强化。如果要是挑一些不足的话啊，我还是觉得塑料支架还是做的宽了那么一点。当然，有些人觉得它是不是重了一些、厚了一些，但是它加入了66瓦的充电，肯定要牺牲那么一些些。OK， 如果你想买一个次旗舰非常成熟的这一套配置的话呢，iQOO Neo 5是值得被关注一下的。OK， 还是老规矩，后期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把iQOO Neo 5的所有数据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。不过这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